過了5天，耶路撒冷的當權者們帶着一位能言善辯的代理人帖土羅，來到總督腓力斯的面前，正式開啟了對保羅的控告。帖土羅站在審判席前，極盡奉承之能事，將腓力斯吹捧為這片土地的救星。隨後他話鋒一轉，將保羅描繪成引發社會動盪的禍源，聲稱此人是到處煽動不安的頭目，甚至試圖玷污那處神聖的建築。眾猶太領袖紛紛附和，力證這些虛構的指控。當總督點頭示意保羅可以開口時，保羅展現出一種歷經磨礪後的冷靜。我知道你在這片土地審案多年，保羅開口說道，所以我願意為自己的事情分訴。他清晰地指出，從他來到耶路撒冷敬拜至今，滿打滿算不過12天，他從未在任何殿堂、廣場或公共聚集處與人爭論，更未有過任何煽動群眾的行為。面對那些信口雌黃的指控，他平靜地反問道，他們現在所說的根本無法拿出證據。隨後保羅直面對方最核心的排斥，關於他所遵循的道路。他坦誠自己正是依照祖宗的根基來履行職責。他確信那記錄在律法與歷代先哲書卷中的每一個字。他堅守着一個信念，無論是正直的還是邪惡的，未來都必將經歷復活。因此這份盼望，他時刻操練自己對神對人長存無虧的內心。如果他們真有證據，就應當面指認。保羅最後有力地回擊道，正如我之前在議會面對質詢時，他們若發現我有什麼過錯，大可當場揭發，哪怕有，也不過是因為我堅持那關於人必復活的盼望。腓力斯聽完這番話，選擇拖延審判。他命令將保羅繼續監禁，但允許他的同伴來供給一切所需。幾天後，腓力斯攜夫人再次傳見保羅，想聽他講論關於基督的那些事。然而當保羅在大殿中談及公正、節制和將來的審判時，這位慣於權謀的羅馬官員竟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。你暫且去吧，等我有空再叫你。腓力斯匆匆打發保羅離開。此後的2年裡，腓力斯因為貪圖錢財，又想討好當地的權貴，屢次找借口傳喚保羅，卻始終將他囚禁在鎖鏈之下。直至最終卸任，他也沒有還保羅一個公道。從法庭開場的文明控訴，到保羅冷靜的自辯，從一次次拖延審判到權力的現實運作，這一章揭示的不是單純司法，而是一個人在制度之間被延遲定義的過程。真相被擱置，審判被推遲，但命運仍在繼續往前。